嘿，大家好，我是 Mike， 欢迎来到 Dr. Mike 的投资频道。今天是2022年4月9号，周六，大家周末好。在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美股大盘持续的一个下跌，然后在个股方面，我们聊一聊未来即将到来的最新的催化剂，以及在特斯拉方面跟大家独家分享一下在网上曝光的 Cybertruck 的情况，以及最新的从特斯拉 Cyber Rodeo 曝光揭秘的 Cybertruck 的最新的细节，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OK，let's go。在大盘方面，在俄乌战争期间一直处于波动状态的油价呢，在周五小幅的上涨。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 WTI 上涨了 2.3个百分比，报在了98美元左右。而布伦特原油呢，也是上涨了2个百分比，报收在了103美元左右。包括一些能源公司啊，比方讲西方石油公司啊，或者是哈利波顿啊，这些能源公司呢，周五的股价有所走高。而这一周呢，我们看到啊，在前段时间主宰美国大盘的这个俄乌战争呢，退居了次席。而美联储的举动再次呢，成为主宰整个大盘走势的一个主要因素。首先，我们在本周的一些早些时候，布莱纳德呢发表了非常鹰派的一个言论啊，说明呢，美联储可能最快呢在5月份就开始以非常快的速度来削减它的一个资产负债表。随后，我们知道美联储呢在周三发布了他的3月的会议纪要，也是显示呢，美联储的决策者计划减持债券的金额呢，差不多在950亿美元。另外呢，美联储也将在未来的会议上加息50个基点，比原来的25个基点呢，也是涨了1倍。我们看到，从这些举动呢，美联储目前他们所用的主要的工具呢，还是基金的一个利率。不过呢，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美联储已经开始从整个的美国的这个市场金融市场中提取流动性。他们呢每年会减少1万亿的国债和抵押贷款来支持一个证券的购买，这相当于呢是从整个的美国的金融系统中抽走了大量的一个流动性，所以呢，这当然对美国的股市呢会起到一个打击和利空的这样一个作用。另外呢，美联储的这一个举动也导致了利率的飙升，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在周五也是创下了3年来的新高，升到了 2.7个百分比以上。我们知道利率10年期在上周结束的时候呢，也是才 2.38个百分比，所以在短短的一周是飙升了非常大的一个幅度。所以呢，通过这一周美联储的这些加速的举动实际上我们回过头来看呢，说明美联储包括鲍威尔在早些时候呢是犯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错误，或者说失策。因为当时呢，鲍威尔一再强调美国的这个通胀是一个短期性的一个因素，他认为呢是有一些比方讲二手车的价格过高等等造成一个短期的现象。所以呢，回过头来看呢，鲍威尔当时的这一个决断是过于的乐观也可以说是他完全对市场做了一个误判。所以呢，美联储现在等于说已经是落后于整个的通胀的一个上升的这样一个曲线，所以呢，他必须做出更加激进的动作来后面追赶所以呢，整的原因呢，我认为也是美联储因为当初做了这样的误判，所以呢，造成了对目前的市场不健康的这样一个影响，导致了目前市场的一个大跌。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要密切关注是否美联储在接下来的举动中也会做出过激或者不正当的这样一个政策举动，从而呢对整个的美股大盘还会造成更多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密切的关注美联储的言行。另外，对下周来说呢，对市场非常重要的就是财报季又要开始了。当然呢，一般呢是以银行股作为开端，所以呢，下周比方讲摩根大通花旗银行高盛、摩根士丹利、富国银行等等都会在下周
报财报，我们也需要密切的关注，看这一次的一个财报季的开端会如何。有最新的消息，我也会跟大家做出及时的报道。在周五的大盘中只有道琼斯呢是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我们看到它在下跌的过程中得到了200天均线的支撑以后呢，开始反弹不过在上涨的过程中，再次遇到了34900点的压力位的抛压以后呢，有所回落，最终呢是收涨了137点，收率了0.4个百分比，收在了5日均线的上方一些。标普500呢，我们看到它今天是微微下跌了0.27个百分比通过过去的这3天的它的走势，标普500呢基本上是围绕上方4500点的这个压力位以及下方60天均线之间做一个横盘的一个震荡。而纳斯达克呢继续呈现一个下跌的行情，今天呢又是大跌了205点。整天呢是下跌了1.4个百分比，而且呢再次跌破了14380点附近的这一根的支撑位，最终呢是收在了14327点，而且呢它下方我关注的支撑位也一直在13700点附近，所以呢下方空间比较大，也是最危险的，在所有的大盘之中。罗素2000和纳斯达克一样，也是继续呈现一个下跌的态势。今天呢，再次跌了0.8个百分比，收在了198点附近。它下方的支撑位呢是在196点附近，还有2点的这样一个跌幅。然后看它能否得到支撑位的一个支持。也希望下周开始的财报季给美股大盘呢带来一些利好消息，从而呢可以扭转整个的美联储造成的这一周对大盘的怎样一个利空的这样一个影响。我们知道 NIO 呢已经进军了欧洲的市场，从2021年开始呢 NIO 已经在挪威进行销售电动车。NIO 呢在今年年初呢也将它的第一个的快速的电池交换站投入了挪威的运营。目前呢根据最新的消息， NIO 也会将电池交换站这项业务呢进军德国。在今年的第4季度，NIO计划在德国、丹麦、瑞典和荷兰推出它的电动汽车和相关的业务。公司老板李斌也在以前的电话会议中强调，客户的满意度对他来说呢特别重要。因此呢，除了可以选择租赁电池而不是购买电池以外呢，在德国的报价还将包括家庭的充电站和移动的充电服务，以及电池的交换站。根据最新的消息，第一批的电池交换站的地点呢，预计将在慕尼黑和柏林。我在以前的视频中也跟大家做过分享。NIO 呢已经跟石油的跨国公司 Shell 建立了一个战略伙伴关系，所以呢，我估计有可能会选在 Shell 的一个加油站来建立NIO 的一个电池的交换站。那么我们知道，在挪威奥斯陆呢是欧洲的第一个的电池的交换站租赁电池呢包括每月200千瓦小时的电力，或者说呢2次的一个电池组的更换。任何客户呢决定不买电池呢，就可以以较低的车价来买入车体，然后呢租赁电池。据 NIO 的最新数据，到目前为止呢，有 96% 的挪威的客户呢选择了 BAS。也就是 Battery as a Service 这样一个服务。NIO 称，与快速充电相比呢，电池交换呢还可以延长锂电子电池的一个寿命，因为能量的储存呢在交换站中可以得到调节。未来呢，计划在2025年总共建立4000个在全球的这样一个电池交换站的站点其中1000个在中国以外。那么目前我得到的消息呢，在德国提供的第一辆的电动车呢，很有可能会推出它最新的 ET7 这个旗舰牌的一个轿车。另外呢，产品组合呢还会包括 SUV 的跨界车 EC6 以及 SUV ES6。我们知道NIO在最近也是刚刚公布了它的 ET5 中型的这样一个轿车的车型目前呢还不清楚是否这辆车型也会在德国推出。不过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NIO 已经准备在欧洲扩大它的市场啊，德国呢将是下一站，也已经开始准备建立它的第一个的电池交换站，说明呢未来公司在欧洲的市场的扩展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NIO 我们看到这周随着大盘的持续下跌，NIO 的股价呢也一直在下跌。我们看到周四也是大跌了6个百分比，不过周五呢它的跌势有所收窄啊，全天总共是跌了 1.7个百分比，正好是收在了20块钱，一个神奇的数字，这个20块钱的整数位。所以呢，接下来看它在下周能否守住20块钱的这样一个整数的价格。网上这边已经泄露出来 Cybertruck 的一个原型车样车的一个视频和图片，大家可以从这个样车上可以看到这个 Cybertruck 的这个样子。现在从这个图片上来看呢， Cybertruck 它的这个设计还是采用了原来的一个大的雨刷的一个设计。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的反光镜也在那，但是呢，马斯克之前透露这个反光镜是很容易被拆卸的。第三点呢，我们仔细去看它这个轮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轮子底下好像是有凹槽的。这个凹槽的设计呢，可能就是我们看到之前的那个 Cybertruck 样车外面可以装那个 cover， 也就是罩子，看上去呢，就整个罩子装在这个轮子上面，会感觉更加强悍一点。那个罩子我们可以仔细看，这个轮子我们可以看到第4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一排排头灯是和原来的刚起初的那个 Cybertruck 的排灯是一样的，比它原来在加利福尼亚工厂那边测试的车那个前照灯呢是要更加好看。因为之前那个前照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3个灯泡装在这个车的前面，所以呢，我觉得跟现在这个设计呢不是很好看，而这一排的排灯是比较好看的。今天我们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这辆车，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是完全没有把手的，它不像 Model S 的车型，那个把手是嵌在里面的，会弹出来，它是完全没有把手的。这个设计，那它怎么开门呢？它开门的方式呢，我觉得应该是和 Roadster 是一样的，就是直接刷卡它们就可以弹出来的那个设计。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我觉得肯定是为了量产提高效率做准备。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意识到 Cybertruck 的这个车是防弹的，防弹车它去做这个一个整面做去开口做把手的话呢，是相当浪费功夫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到特斯拉整车设计的一个逻辑。第一性的原则就是去掉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提高产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是特斯拉一贯的风格。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Cybertruck 的这个样车，应该就是说比较兴奋的，至少证明特斯拉现在在 Cybertruck 方面，在一一验证它各个方面的一个样车的各方面的一个属性、一个性能。然后 Cybertruck， 我个人觉得 Cybertruck 目前就是等它这部分都验证完了以后，它才能最终决定它最后生产、设计等很多的细节。好的，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在刚刚举行的特斯拉的 Cyber Rodeo 这个活动中，对 Cybertruck 最新的一些泄露的一些信息，包括一些揭秘，和大家做一下分享。首先呢，当然在 Elon Musk 在分享 Cybertruck 的时候，他也是着重提到了 Cybertruck 没有车把手这样一个特性另外呢，我还观察到了其他的4个方面的一个泄密或者说揭秘吧，今天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到特斯拉对 Cybertruck 的改变之一呢，它车的这个后玻璃据说是可以降下来。另外呢 Cybertruck 还将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护板，放下后玻璃的能力呢，应该有助于来优化 Cybertruck 的一个载货能力。而 Cybertruck 的一个中间护板呢，可以在特斯拉 Cybertruck 的前面和后面乘客座位之间形成一个隔离。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迹象表明呢，这个中间的护板也可以折叠放下来。
考虑到它的后玻璃也可以放下来呢，我觉得中间护摆也有可能可以做到这一点。第二点呢，我发现有趣的是呢，就是它这个 Cybertruck 的原型里面有 Model S 和 Model X 的一个方向盘。不过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目前临时的一个解决方案，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向盘呢缺少中间部分，而且呢它的内部也比较粗糙，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替代方案啊，它整个车的外观才是真正展示的一个重点。第三点呢，也有从屏幕上方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前挡泥板上的侧面中距器的一个摄像头呢已经做了更新看起来呢它与特斯拉其他车辆的摄像头呢非常相似，所以有可能是一个标配。第四点我也发现就是Cybertruck 原型车的一个有趣的发展呢，是在车辆的一个挡泥板上发现了一个充电的端口我个人呢觉得有可能是一个概念性的或者说是实验性的，因为特斯拉目前在车上使用的是传统的 Model S 的一个充电端口，而且呢，从它这个位置看呢，它目前这个充电口的位置好像也有点不稳定，所以呢，我感觉可能只是一个实验性的装置不一定可以真正的进入生产型的 Cybertruck。好的，这是我从整个的这个 Rodeo 活动中发现的 Cybertruck 的一个最新的一些细节吧，今天跟大家做一分享。好了，特斯拉呢这一周不巧是生不逢时虽然它有像 Cyber Radio 这样的大的一个催化剂，但是呢，在大的环境这一周不巧正好是美联储转得非常鹰派，从而造成了整个的美股大盘的大环境恶化，一直在下跌。另外呢，在中国方面，由于上海的封城呢，上海的工厂也是迟迟不能复工。另外一方面呢，昨天也是有一个最新的消息，特斯拉的应该是 Model 3吧，在中国有召回 recall 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有一些 Model 3它的特斯拉这个车呢有可能会失去动力所以呢也是一个利空消息。在这些情况的影响下，我个人觉得呢最主要的不利因素就是整个美股大盘的大环境恶化，从而呢造成了特斯拉股价还是跌的。我们看到周五它总共是跌了32块钱，跌了3个百分比，收在了1025块钱左右。它下方的支撑位呢是在1009块，也就是在21天均线附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看特斯拉的 Cyber Rodeo， 我是观看了整个的活动看的也是心情澎湃对特斯拉这一家的公司没有理由我不会对它继续的 bullish。所以呢，还会继续的看多和投资特斯拉。好的，这是今天的视频。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不要忘了点赞。如果您还没有，请点击视频下方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您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新的视频的通知。转发并且评论，谢谢。我们下个视频再见。